你睇緊嘅係 Music Theory Daily。喺影片開始之前，記得要做齊 SLS， 即係 Subscribe、Like and Share。打開小鈴鐺，以接收我哋最新嘅樂理知識啊！請注意，以下內容涉及大量外文詞彙同埋需要計數。如果你係小學3年級以下嘅小朋友，請由大人陪同收看，因為可能係需要佢哋進一步嘅解釋。大家好，又係我阿 Cat。上集我哋講咗好多 musical symbols 嘅名稱，同埋一個簡單樂曲嘅構成。唔知道大家吸收成點呢？今集我將會帶大家再 zoom 近多少少，集中睇返啲音符同埋休止符。經過呢集之後，你將會學到不同音符同埋休止符嘅名稱同埋解釋，音符嘅結構、時值同埋英式同埋美式音符名稱嘅分別。一如往常，我哋將會提供溫習閃卡，等大家可以總結並重溫返今集教過嘅內容。因此大家千祈唔好跳出，唔好錯過啊！如果有需要，大家可以喺右上角嘅連結 click 返入去，追返頭2集嘅精華，以了解返我哋曾經講過嘅順序。首先，我哋要知道音符大致上可以分為以下幾種，佢哋分別係 semi-brief 全音符、medium 2分音符、crotchet 4分音符、quaver 8分音符。左手面嘅英文係英式，而右手面有括住嘅呢，就係美式嘅英文。此外，排列得越上嘅音符，佢哋嘅時值 time value 就越長啦。時值即係一個音符或者休止符，佢喺一個樂曲上面停留嘅長度。排列得越上嘅音符或者休止符，佢哋停留嘅時間相對越長。而越下嘅音符或者休止符呢，佢哋停留喺拍子上面嘅時值呢，就越快同越短啦。至於音符嘅基本結構，以8分音符為例，一個音符嘅基本組成係 note head 符頭、stem 符幹、flag 符尾。但係我哋會見到樂曲上面得呢幾種音符係未夠嘅。8分音符以下嘅音符，佢哋係會有越多尾巴嘅。例如16分音符 semi-quaver， 佢有2個符尾。32分音符 demi-semi-quaver， 佢有3個符尾。而64分音符 semi-demi-semi-quaver 或者 hemi-demi-semi-quaver， 佢有4個符尾。越多符尾嘅音符，佢哋嘅時值越短，速度越快。至於8分音符以上嘅音符，佢哋都係冇尾巴、冇 flag 嘅。而全音符 semi-brief， 佢更加係冇 stem。因此，我哋會見到音符嘅基本組成都會有個 note head。而2分或者4分音符，佢就會有 note head 同埋 stem。講咗咁耐，唔知道大家會唔會覺得呢組音符有少少難記呢？首先，我哋會由 quaver 以下嘅音符開始講起。喺呢組音符入面，我哋會見到有好多個 semi。好啦，要注意係 semi 唔係 semi 啊。其實 semi、demi 同埋 hemi， 佢哋都係指 half 一半咁嘅意思，就好似呢幅蘋果切咗一半，當中 semi 係由拉丁文演變而成， demi 係由法文演變而成，而 hemi 就係由希臘文演變而成啦。而 quaver 8分音符，即係右手面呢粒音符，佢
喺一般以4分音符為單位嘅拍子上，佢都係指半拍 （half beat），即係 quaver 本身亦都係帶有 half 嘅意思。因此，當我哋見到 semi-quaver， 即係 quaver 再俾人斬咗一半，佢就會變咗做有2個符尾嘅16分音符。而 demi 加 semi 嘅 quaver 咧，即係一半再加一半時值嘅 quaver， 變咗做有3個符尾嘅32分音符。而至於 semi 加 demi 再加 semi 或者 hemi 再加 demi 再加 semi 嘅 quaver 咧，即係一半再加一半再加一半嘅 quaver， 變成咗有4個符尾嘅64分音符。講咗咁多 semi， 不如我哋翻返去圖表嗰度啦。唔知大家有冇發現喺呢個圖表上面，暫時時值最長嘅佢係全音符，但係佢都係叫 semi 㗎喎。唔係因為創造者偏愛 semi， 而係因為原來喺全音符上面仲有一個音符，佢叫做 brief。brief 佢即係英文嘅 brief。而 brief 本身佢嘅意思亦都係解一半 half， 而 semi brief 即係解 half brief， 即係半短啦。因此 brief 係比全音符更長嘅時積，佢亦都係更加古老嘅。由於 brief 更加長，所以全音符佢最後只能夠屈居第二，成為咗 semi brief 啦。至於中文，佢哋名稱嘅命名都係按倍數而下嘅，由2開始，之後2乘2等於4，變成4分音符；4乘2等於8，變成8分音符；8乘2等於16，變咗做16分音符；16乘2變咗做32，就係32分音符；而32乘2等於64，就係64分音符啦。而排行越上嘅音符，佢哋嘅時值越長；而越下，即係越多尾巴嘅音符呢，佢哋嘅時值就越短啦。至於休止符呢，佢哋命名同音名係一樣嘅，大家只係需要將音符名稱加上休止符3個字，就完成咗佢嘅命名啦。佢哋分別係 semi brief rest 全休止符、minium rest 2分休止符、crotchet rest 4分休止符、quaver rest 8分休止符、semi quaver rest 16分休止符、demi semi quaver rest 32分休止符，同埋 semi demi semi quaver rest 或者 hemi demi semi quaver rest 64分休止符。講咗咁耐，唔知道大家有冇發現，到底點解音符要咁繁複，分為英式同美式2種呢？其實英式嘅音符命名，佢哋歷史源遠流長，最早可以追溯到音樂被記錄下來嘅時代。喺13世紀初，只有2種可以用嘅音符，一種係長嘅，另外一種係短嘅。佢哋分別係 long 同埋 brief。隨住時間嘅推移，作曲家覺得得2隻音符唔夠用啊，於是佢哋創造咗 semi brief， 即係半短咁嘅意思。到咗後來，音樂家或者作曲家佢哋希望音符嘅時值可以再短啲，於是又創造咗 minium。而再後來又覺得 minium 唔夠短，於是將 minium 拆開咗，變成咗 crotchet。crotchet 喺法文係指 hook 勾咁嘅意思，
因此我哋見到 quartet 就可以聯想到好似勾嘢咁，勾一勾我哋就要走啦。但係勾一勾都唔夠，追求速度越嚟越快嘅作曲家又將 quartet 分成咗一半，形成咗我哋今日見到嘅8分音符。8分音符佢起初命名為 Fusa， 後來改名就叫做 Quaver。不過睇嚟 Quaver 都未夠啊，於是作曲家又將佢 cut 咗一半，於是16分音符佢起初叫做 Semi Fusa， 後來又變咗做 Semi Quaver， 如此類推。至於美式嘅音符系統呢，我哋首先係需要了解一啲音符一般拍子嘅時值，我哋先會了解點解美式音符佢哋會咁樣命名。以4拍4嘅拍子為例，全音符嘅時值係4拍，2分音符嘅時值係2拍，4分音符嘅時值係1拍，而8分音符嘅時值係半拍，16分音符嘅時值係1/4拍。其實美國係喺好後期先至有 music education 呢樣嘢出現，啲人當時就好似一張白紙咁，咩都唔識。為咗方便，佢哋決定拒絕使用英式繁複嘅音符名稱系統，改以數學同埋邏輯為根據嘅系統嚟命名。因此我哋會見到全音符佢被命名為 whole note， 2分音符係 half note， 4分音符係 quarter note， 8分音符係 eighth note， 16分音符係 16th note， 32分音符係 32nd note。 有啲人可能唔係好知 quarter 嘅意思。Quarter 喺英文上係解1/4，例如依家係12:15分，我哋就會話 It is now 12:15。佢亦好似一塊餅切開4份，最後我哋拎走咗1/4份。講到呢度，相信有啲人可能會覺得好頭暈，覺得資訊非常之多啊。因此，我俾少少時間大家重新睇多次呢個圖語啦。其實時值同拍子係非常之有關係，而我哋下集都會緊扣呢一集，繼續講解多啲時值同拍子之間嘅關係。今集嘅內容非常之精彩同豐富，相信有心學習音樂或者樂理嘅你，都要重複一睇再睇，先能夠搞清楚同埋聽得明白啊！如果想重溫上集嘅朋友，可以 click 翻右上角嘅連結。而喺我哋嘅 video 尾聲，我哋同樣都會有溫習閃卡俾大家作為總結。如果有心想考樂理考試嘅朋友仔呢，其實今集嘅內容咧係絕對幫助到你去記憶音符佢哋嘅英文嘅名稱，而一啲 flashcard 呢，亦都係非常之有幫助大家去將自己學過嘅知識總結。相信大家都會喺從中學習到好多嘅東西。我係阿 Cat， 大家記得要繼續收看我哋嘅 channel。另外，我哋啱啱整咗個 Instagram， 佢嘅 account 係 musictheory_daily。大家可以喺我哋嘅 channel 首頁滾到，撳入去就可以 follow 翻啦。如果大家有咩意見或者問題，都可以喺樓下 comment， 我哋將會有專人回答你嘅問題。我哋下集再見，拜拜。